有的人看起來很有錢，開豪車、戴名錶、背名牌包包、住大房子，但背後可能是沉重的房貸、信用卡債。有時候窮人反而比中產更自由，因為他们沒有被奢侈的生活方式困住。金錢只是工具，它應該用來買自由，自由的支配時間，追求夢想，陪伴家人。這就是作者 MJ DeMarco 在《百萬富翁壞車道》這本書裡面說的。真正的財富從來不是錢，而是時間的自由。那什麼是真正的財富呢？你以為自己做生意當老闆就等於自由嗎？不，如果你的生意少了你就運轉不了，那跟一份工作沒有什麼區別。那本書的作者 MJ DeMarco， 那以下就簡稱他 MJ 好了。在33歲的時候，他就賣掉了自己創立的公司，成為了千萬富翁。他賣掉公司的時間是在2007年左右，而就在幾年前，他還和他的母親住在一起。當時的工作是司機。他從$900起步，花了幾年時間建立公司，並最終賣掉，在33歲就實現了財務自由。那他的這本《百萬富翁壞車道》這本書呢，就詳細記錄了他是如何做到的，以及他總結出來的實現財務自由、打造被動收入的方法。那他在書裡面告訴我們，真正的財富由3個 F 組成 ：Freedom、Fitness 跟 Family。書中提到的一個故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。2007年，世界頂級小提琴家貝爾在華盛頓地鐵站演奏了45分鐘。他演奏的小提琴價值$350萬，平時他的音樂會門票要$100，但那天2000人匆匆經過，只有6個人停下來聽了一會兒，總共收到了$32的小費。那這個實驗揭示了什麼呢？那些趕着上班的人連欣賞世界級音樂的時間都沒有，他們被混在朝9晚5的生活裡，用5天的束縛換取2天的自由。那作者在書中裡面就說，星期五晚上人們買狂歡，因為他們在慶祝自己買回了2天的自由。那當我讀這本書前半部分的時候呢，其實我是有很多不認同的地方的，特別是他花大篇幅介紹上班如何沒用。我不認同的點在於，我不認為每一個人都一定適合創業，上班也不代表就一定不快樂。因為我身邊就有例子，我叔叔是公務員，他工作超穩定，生活得很平靜，業餘呢還有時間去研究股票，過得挺開心的。而我自己的父母呢，做生意做了幾十年，過程呢是大起大落，資金鏈都斷裂過好多次，甚至沒時間陪伴我成長。所以我知道創業未必適合每一個人，但是我自己是依然選擇創業，不僅僅是因為錢，而是因為我喜歡這種生活方式。但我必須要說，如果你創業每一天都很焦慮很難受，那還不如打工。所以雖然這本書的上半部分我不是特別的認同，但是書裡面的下半部分我覺得非常值得和大家分享。特別是當他開始講到如何構建系統去賺錢，如何建立被動收入的方法。那作者呢，在書裡面主要就把人生的財富之路分成慢車道和壞車道。那在慢車道上面呢，你靠的是工資去積累財富，依賴的是升職、理財和退休金。而在壞車道上呢，你通過系統、企業、品牌或者是產品，讓收入與時間脫鈎。如果你想實現真正的財務自由，就必須從時間換錢轉向系統生錢。建立一個可以脫離你的時間自動運轉的商業系統。那作者 MJ 他花了4年的時間，每天工作12到16個小時，創建了一個豪華汽車的預訂平台。那期間是非常的艱苦啊，賬戶餘額經常是不足$50，沒有娛樂，犧牲了家庭時間。那他在書裡面就回憶說到，在最困難的時候，他不得不把每一分錢都投入到公司。他至少有5次賬戶資金不足$50。在事業起步的那些年裡面，他做了巨大的犧牲，停掉了有線電視，暫時終止了很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。對了，在美國看有線電視是很貴的。但是當建立了系統之後，一切都改變了。公司可以在他不在場的情況下運轉。那作者 MJ 就在書中提出了5種會自己賺錢的系統，他稱這些系統是搖錢樹系統。你越早的種下其中一顆，就越快脫離用時間換錢的慢車道。第一個系統是 Rental System 租賃系統，這是最古老但仍然有效的財富模型。你擁有資產，別人為了使用它而付費。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產了，房東出租房子，每個月房客繳租金，你就擁有了穩定的現金流。MJ 把這個稱為壞車道 1.0 或者是財富 1.0。那在這裡關鍵的觀念就是你擁有資產，別人為使用它付費。那第二個系統是 Software or Internet System， 也就是軟體或網絡系統。這是作者 MJ 他最推薦也是他自己實踐的系統，建立一個能自動運作的平台或者是 App， 收入呢來自訂閱、廣告或者是使用權。
那我在之前的這一期視頻也詳細介紹了各種網絡賺錢的方法。好，接下來作者提到的第3種系統是內容系統 （Content System）。像 YouTuber 啊、部落客啊、線上講師啊，他們的影片、文章、課程重複的被觀看，持續的能帶來收入。那內容它也是一種會替你上班的資產，你只要創作一次，它就能不斷的幫你賺錢。那第4種系統是分銷系統 Distribution System。你不一定要自己生產產品，但你可以建立一個讓別人買賣的平台或者是銷售管道，像是 Amazon 啊、Shopee 啊、加盟連鎖啊、直銷體系，這些都是典型的分銷系統。你不需要做產品，你需要建立的是一個流量與交易的管道。那最後一種系統是讓別人幫你賺錢。很多人以為創業就是自己幹全部的事，但真正的富人懂得建立能自動運轉的團隊。你設計規則、流程、獎勵制度，讓團隊在你不在的情況下依然能創造收入。舉個例子，麥當勞創辦人他不是每天去煎漢堡的人，而是建立了一套可以被複製的商業系統。每一家分店都有標準化的流程，煎肉、擺盤、服務的速度，整個動線是怎麼樣的。這裡的關鍵是你是系統的設計師，而不是勞動者。那以上提到的這5種系統的共同點都是，當你不在場的時候，它依然能賺錢。當你不再賣時間，而是通過賣系統、內容、平台或者是別人的時間，你就正式上了快車道。那要做到這件事，你需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實體。那在美國呢，這個實體可能是一家 C 型公司、S 型公司或者是 LLC。那公司是快車道上的關鍵工具。當你擁有了自己的公司，很多開銷都能變成公司費用，那淨利潤呢就因此下降。你是不是聽起來覺得淨利潤下降是不是不好？錯，這樣代表你的稅額也會跟着減少。那從這一刻起，你就不再只是個打工賺錢的人，而是站在系統之外，讓系統替你賺錢的人。那美國富人省稅，他們有一個技巧叫做 Buy, Borrow, Die， 也就是說，你有錢了之後，用這些錢去買資產，然後用这些資產去借錢。那 MJ 在書中提出了5個關鍵的守則，簡單來說就是找需求、設門檻、控主權、能放大、可脫身。第一個需求原則，不要追着錢，而是去找痛點，千萬別從我想賺錢出發，而要從市場需要什麼開始。金錢只會流向那些解決問題、創造價值的人。別人不在意你想不想成功。就比如說這個 YouTube 頻道，你看這個影片，你肯定不會想天天說哇我賺多少錢，我賺多少錢。好像某一些博主，他們在意的是你能不能讓他們的生活更好，幫他們去賺錢。那想賺錢，那就去解決別人的麻煩。那作者提到的第2個原則是門檻原則，越難抄就越值錢，門檻越低，競爭越高，利潤自然會越薄。那我最近呢投資了一個朋友的早教中心啊，他光是辦理各種執照啊，就花了半年。那如果你看到他賺錢想模仿他的話，需要先花半年跑文件、裝修、請人。真正有價值的生意都有壁壘。第3個原則是控制權原則，掌握方向盤。如果你不能掌握流量、定價、產品，那你只是個乘客，在 Amazon 上開了個店，流量在 Amazon 的手裡。只有當你能控制產品、行銷、價格與分銷，你才真的坐在駕駛座上。第4個作者提到的原則是規模原則，讓影響力放大你的收入上限，取決於你能觸及多少人。金錢本質上只是價值的回聲，你影響的人越多，回聲就越響亮。那說到影響力的放大，我想到了一個特別經典的例子 ，Ryan Serhant。那 Ryan 呢，他最初只是一個手部模特還有演員，那後來他就轉做了房地產經紀人。如果他只是做一個普通的房地產經紀人，那他就是在慢車道上用時間換佣金，一單一單的賣房子。但是 Ryan 做了什麼呢？他利用真人秀節目和社交媒體放大了自己的影響力。他參加了真人秀 Million Dollar Listing New York， 也就是通過這個節目我才認識到了 Ryan。當然了，後來他又參加了 Netflix 的另外一個 show。他在 YouTube、Instagram 上分享房地產知識，還有豪宅的看房內容，積累了數百萬粉絲。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個品牌，而不只是一個經紀人。當他有了影響力之後，他就開始建立系統。他創立了自己的房地產公司 Serhant， 開發了經紀人培訓課程，還有在線教育平台，出版書籍、做演講，建立了一個可以複製的房地產銷售系統。你看，這就是完美的快車道路徑。
第一，通過個人技能，也就是房地產銷售。接着有這個技能之後，他通過社交媒體還有電視節目去放大他的影響力。然後第三步，他建立了自己的個人 IP 的這個品牌。第四步，他創建了一個系統，通過公司的實體，然後再培訓更多的經理人去幫他賺錢。另外，他的內容也在不斷放大他的影響力。最後一點，那就是跟時間脫鈎了。即使他不親自賣房，他的公司和系統依然在運轉。那 Ryan 現在的收入不僅僅只是來自於他親自賣出的房子，而是來自於他的團隊的交易佣金的分成，還有在線課程的訂閱收入、品牌合作和代言，他出的圖書版稅我也貢獻了，我也買了他的書。這就是作者 MJ 在書中所說的，不要只做一個房地產經紀人，要做一個系統的設計者。Ryan 就完美的詮釋了影響力的定律。第5個原則是時間原則，讓生意脫離你自己。問自己2個問題：如果我不在，公司還能運轉嗎？我的邊際收益足夠多，可以請人幫我做嗎？如果答案都是否，那這不是一個事業，這只是一份工作。財富自由的關鍵就是讓時間與收入脫鈎。那假設你是一名會計師，大多數人呢是通過靠幫客戶報稅啊、記賬啊等等去賺錢。但是如果你換個思維，你可以開發一套自動報稅的工具，或者是錄製線上課程教中小企業主自己報稅，或者是建立社群提供持續的顧問服務，或者是設計一份 Excel 啊或者是 Notion 的模板去販售。那這個時候你就不再是幫一個人報稅，而是幫1000個人同時報稅。你不需要換行業，你只需要轉換思維。當你的收入不再被時間限制，你就正式開上了快車道。那要真正脫離用時間換錢的這條慢的車道，你需要先學會成為生產者，而不是消費者。比如說，不要只是在網絡上買別人的產品，而是去創造產品；不要去挖金礦，而是去賣鏟子；別一心想着找工作，而是去創造工作機會。這不僅僅是行為上的改變，而是一整個思維模式的改變。你需要從花錢去參與遊戲的人，變成設計遊戲規則的人。比如說之前很紅的 Nabubu 啊，很多人看到他就會想，好可愛哦，我也想要買一隻。但生產者會想，它為什麼能紅？背後的品牌邏輯是什麼？我能不能也能打造出下一個 IP 呢？當你從跟風變成了拆解，從買變成了創，你的整個世界觀就會不一樣了。那其實我的這個頻道就是我用生產者的角度跟大家分享的過程。我分析我喜歡的品牌，拆解他們的邏輯，每一支影片其實都是我思考的過程。而這個思考的過程本身呢，又通過這個內容系統幫我產生被動的收入。當你開始創造價值，價值就會自動回到你的身上。你最重要的資產不是金錢，而是時間。那人的生命其實是可以被拆解成2種時間，壽命等於可自由支配的時間，加上被約束的時間。當別人還在等着周末才能休息，真正的財務自由是你每天都活得像周六。如果你唯一的資產是時間，那你就只能靠出賣時間去換取收入。這就是 MJ 所說的慢車道。那快車道是什麼？快車道是用資產去賺錢。快車道上面的人想的是完全相反的，他們不再賣時間，而是通過買進和賣出可以增值的資產。這些資產可以是一間企業、一個品牌、一個能產生現金流的系統，或者是有價票據、IP、智慧財產權、專利等等，也就是作者 MJ 所謂的快車道資產。那 MJ 他用一句非常簡單的公式就解釋了資產的價值。資產的價值等於淨利乘以行業乘數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每年能創造100萬的淨利，而這個行業的平均乘數是5，那這個資產的價值就是500萬。這就是富人思維的關鍵，他們不是每天盯着薪水條，而是盯着如何提高這個乘數，如何讓資產更值錢。但真正決定你能不能持續增長的，不是資產本身，而是你的思維。那作者就說，快車道的人上之所以能越來越富，是因為他們在3件事情上的思考方式不一樣。第一個是对时间的看法，富人覺得時間比金錢更重要，錢花了還能賺回來，但時間一過就沒了。第二個是對債務的看法，富人覺得債務不是壞事，如果能讓我建立擴大系統，那就是好的債務。第三個是對教育的看法，真正的教育不是畢業證書，而是你持續學習、持續升級的能力。當你停止學習的那一刻，你的成長也就停止了。那作者還提到，不要只做一門生意，要打造一個品牌。為什麼呢？是因為品牌才是最有價值、最能放大的資產。
想想看，同樣是賣小籠包，為什麼鼎泰豐能開到全世界，營收上100億台幣？那街邊的小籠包店跟鼎泰豐最大的差別就是品牌和系統。如果我跟你說，我家樓下有一家叫大嫂小籠包，你8成沒聽過。但如果我說我家樓下就是鼎泰豐，你馬上就知道他賣的是什麼，價位是什麼，服務會是怎麼樣的。當別人不再問你是誰、做什麼、為什麼值這個價的時候，那一刻品牌就成為了你的護城河。那作者還提出了一個6步打造法，是每一個人都能實際操作的流程，無論你賣的是產品、服務或者是個人品牌。那第一點是找到你的亮點，不要急着想我要賺錢，先問自己我幫誰解決了什麼問題。你之所以該存在這個市場，一定是因為你滿足了一個需求，或者是解決了一個痛點。那如果你已經有了產品，問自己2個問題：我的產品跟別人哪裡不一樣？顧客真正 care 的是什麼？那第2點就是讓它變得非你不可。品牌要成功，就得有讓人非選擇你不可的理由。你的 USP 獨特銷售主張要能勾起慾望加製造緊迫感。不要說減輕體重，那個太溫和了，要說甩掉脂肪，2週穿回你那條牛仔褲。不要說幫企業成長，要說3天內營收翻倍。第3個是拿出證據，光靠口號是沒有用的。這個市場最缺的就是信任，你要讓人信，就得拿出能兌現的承諾。那像 Domino Pizza 就是一個經典的案例，他們不是說我們外送很快，而是直接喊出30分鐘送達，否則免費。簡單具體敢承諾，就是這句話讓他們在競爭激烈的披薩市場一戰成名。第4點是簡短有力，讓人秒懂的最厲害的品牌標語，一句話就打進人心。舉個例子 ，Just do it, think different， 30分鐘內送到。短、很直接。接下来第5步就是不斷重複，直到大家記住。有了好的 USP 之後，如果你不重複講，那就等於沒講。重複是品牌的魔法，別怕講太多次，怕的是別人一次都沒聽見。你想想看，像 Nike、McDonald's、Apple 這麼知名的品牌，他還在做品牌廣告。那第6點就是說到做到。這最重要的一步是品牌承諾，不是 slogan， 是一份契約。信任是品牌的根基。那作者還提到了讓品牌被看見有5個策略。第1個是極化，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喜歡你，真正能被記住的品牌一定有明確的立場。如果你想要所有人都喜歡你，那你就誰都打動不了。第2點是吸引力，人是感官動物，吸引力不一定是性感，而是一種讓人忍不住想看的特質。第3點是調動情緒，人不是理性消費，而是情緒驅動的。他們買的不是產品，是一種對自己的期待。比如說我最近買了一雙這個 Brooks 的球鞋，其實是很多跑步圈裡面很 hardcore 的人會穿的鞋。那我买了之後，我穿進去，我就覺得自己很 hardcore， 但是其實我一次都沒有跑過。那第4個就是互動，看與參與是2回事。互動會讓人覺得這跟我有關係，比如說像 IG 的投票啊、測驗啊。第5個是不落俗套，行銷最大的敵人不是競爭對手，而是無聊。那如果你想要你的品牌被記住，你就得打破預期。記住顧客，他不在乎你有多努力，他們只在乎你能讓他們變得多好。行銷的重點不是將產品講得有多厲害，而是講給顧客聽，用了你們的產品，他們能有多厲害。我相信閱讀最有價值的地方不是看完一本書，而是把它變成行動。所以如果你對剛剛提到的品牌啊、營銷啊、AI 啊、電商這些話題感興趣的話，歡迎訂閱我的頻道，我會繼續分享更多手把手的操作建議和實戰經驗。如果你想要每周收到我的讀書筆記、我的思考、我的創業實踐和復盤，還有我正在構建的系統和品牌的案例的話，歡迎加入我的電子報。我是 Braden 布萊登，我們下期再見了，拜拜。